少年都已经叫我洗脑去啊。谁闹题？我们还需要翻墙吗？我真的有翻过。红了再说，红了再说。红了再说。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小红书变得很卡，甚至有时候根本用不了了呢？其实是因为政府最近正式宣布，基于诈骗跟资安疑虑，对小红书进行了限制。那大家知道这件事吗？又怎么看呢？欢迎来到红了再说。范范，我是美呆。那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最近政府即将要封锁小红书1年，然后这件事已经在网络上就是掀起非常大的讨论。那你自己身为一个重度使用者，你是怎么想这件事情？我本人对我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困扰啊，因为里面有非常多我的美甲，或是比如说我们要学英文啊、单字啊，有没有在里面都有按收藏的功能，是非常不方便的。那你嘞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印象，因为我自己平常不太会，就没有在用小红书。我只有很偶尔的时候会下载小红书来看美甲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美甲功能真的很多，就是很好搜寻。除此之外，我就没有什么在用，因为它还是有治安的风险，所以我其实每次就是找完图我就把它删掉了。你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好了？对，走，我们今天就去访问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黑，那24岁，对，那是本身是自由业。好，那你有使用过小红书吗？有在用。我是台湾人啊，安怎叫你较好？你叫我姐姐就好。姐姐，我今日想要问你讲吼，你有用过迄个小红书无？我无用啊。有，我有使用过。我没有使用过。有。我是 Julia。那对于小红书嘛，是不是？对。想问有听过或是使用过小红书？有听过小红书，而且小红书我觉得常常里面会有很多很棒的金句，然后有很多很有用的影片，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想法。那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做使用？因为我这个年纪有习惯用脸书。有，平常都有在使用。有过。叫我 Kelly， 然后我们算是刚从那个澳洲打工度假回来的朋友，对，所以就是刚好今天聚在一起聊个天，然后叙旧这样子。你们有使用过小红书吗？有。你知道政府最近即将封锁小红书这件事情吗？有看到。那你得知这件消息之后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蛮错的，对啊，就是有点吓到，为什么突然间封锁它？咱的资料拢会过迄边啊，伊会收集咱的资料啊，所以我就无爱用小红书，我甚至连抖音我嘛拢无看嘛无用啊。所以你是会烦恼就是中国摕你的资料全部被重新。对啊。伊会甲你乱舞啊。我觉得蛮不合理的，就那个只是一个 APP 这样。我想说，哇，好不方便啊！因为我常常会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看一些影片，比如说教画画的影片啊，或者是有一些那个什么英文的文章的分享，我就在这里面看，然后就觉得非常方便。对。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现在是言论自由的时代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在台湾生长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说，怎么可能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禁掉？怎么可以这样就把它封锁掉？我觉得在台湾真的太幸福了。有看网络上有听说，但是最近就是一直在把握时间在使用它。我会觉得，因为我本身其实不是台北人，所以我去其他地方的话，就是会在小红书上面看说有哪边探店之类可以去，然后就会在小红书上面爬文很多东西，然后也有收藏一些指甲啊，然后桌布那些东西，就是都会在网络上看。之前是因为学摄影，所以会上面查那个资料，可能参考资料，有点错愕。对，因为其实蛮好用的。对。之前去澳公打工度假的时候，是有时候会用小红书找工作，因为上面会有蛮多人分享工作资讯那些的。对，然后找住宿什么的也还蛮方便的。对，所以算是一个
资讯来源啊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资讯来源其实相对于 YouTube 有一些地方其实还是算多，就像因为我最近有在玩3D 列印，所以他们那边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多已经，因为他们很会内卷嘛，所以他们很多资讯就已经先发展出来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在学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在那上面学是资讯量比较大的。那我觉得封锁的话有点可惜啊，你觉得政府做这个决定是合理的吗？看角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以他讲的诈骗的角度去的话，我认为是蛮合理的。这金卡利啊，金卡利啊，有啊。我觉得如果是以治安安全性的话，那的确，那政府有他们的考量嘛。对，那如果真的封的话，那也没有办法，我就是去其他地方找资料。我觉得应该要中立一点啦，去封锁掉有点太直截了当。对，就是也许我们自己可以去评估我们这个频道适不适合我们，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。我觉得如果是政治的话是合理的，但是他们如果没有诉说原因，我觉得很不合理。算合理，对，因为资料安全嘛。我觉得挺不合理的，而且小红书真的蛮好用的，因为他们上面有很多资讯，像之前就是说到除了澳打的工作资讯之外，就是可能像一些澳打的活动啊或是什么的，然后都可以上面去看。然后也有蛮多就是旅游的攻略这样子。我觉得不太合理耶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因为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嘛，它可能已经10年了嘛，我其实不知道多久了。可是如果对我们实际生活没有说太大的影响，那我觉得这时候去做这件事情是有点怪怪的。那你觉得就是小红书，因为你有在使用嘛？那你有没有认为小红书它的功能上啊，有什么是其他的应用软体是不可取代的？我觉得就是它的流行时尚更新的比其他软体快很多。对，我觉得好像没有，但它上面很多穿搭，或是可以看一些中国那边的，可能他们那边的消息啊，我觉得蛮酷的这样。那它会有很多作者他们的想法。对，很多想法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现在实在大家都太忙碌了，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已经先去很快速的就已经汇整过了，然后我就是直接去看懒人包好。我觉得它搜索关键字其实蛮强的，它资料蛮大量的，就是可能其他品牌资料就少，但它的东西因为可能中国人那边用的人也很多，所以蛮多东西在上面都查得到。感觉蛮多的。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他们的。因为现在都是有 Reels 或者是那个 Shorts 嘛，就是短影音之类。我觉得他们的那个，因为他们好像可以把它拉到非常长，就是你一样是在滑那个 Shorts， 像 YouTube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推播都是垃圾片比较多，可是小红书的话，它有一些是会比较有质量，他们做成 Shorts 的状态，就你一个是可以看比较久，然后是比较有资讯量的东西会在里面。那如果我去滑回 YouTube， 很多就变成那种什么 AI 出的烂片什么，对啊。可是小红书还是很多会有就是博主他们会出来做一些东西，我觉得是比较有营养一点的东西，这个我觉得是目前他们强势的地方。像查一些可能跟澳打有关的啊，像是什么澳洲的一些地方的景点或什么的话，其实你只要输入相关就是关键字的话，就会跳出很多的资讯。对，甚至会比可能网络上面收得来的，就是资讯更有用。你很依赖它吗？不会，它依赖它会是我的工具。那如果真的最后就是政府，因为目前好像是还没有封锁的状态，就是还可以使用。那已经封锁了吗？就是好像还是可以滑，因为我们自己上去设都是还是可以使用。限流可能变慢。对。那如果之后真的被封锁，你会想要翻墙去使用吗？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去获取我要的东西。好。还好，但就偶尔可能最近想换个造型，我会去看一下什么的，应该是不会特别翻墙去对。所以你也不会因此说会想要翻墙吗？如果真的有翻过。所以我其实真的你是翻墙去用什么软体啊？就是看一些文章啊。我觉得之后的话，应该台湾应该还是可以找得到类似小红书的就是的那种平台，但是不至于到翻墙去用。
啊，应该不会，就还是懒惰。我们还需要翻墙吗？我们还会要再翻过去哦？是哦，还有这种事？OK， 我应该不会。不会啊。对啊，因为这东西就只是一个，我觉得增加我的一些资源量，可是他没有就是强烈到说要我刻意去做这件事情。就是你不会过度太依赖它。对，其实不会，因为其实还有其他平台。会不会？不会，我可能考虑看看。忠实粉丝。没有，如果费用不会很贵的话，或是如果我真的有这个需求，你感觉比较就是就是查生活方面啊，或者旅游上面，感觉就是很符合你个人需求。因为之前用过，我觉得蛮好用，蛮好用的。不错。在使用的时候有担心过有治安的风险吗？一开始会，但我觉得我无名小卒应该还好吧，我的资料应该不重要。我觉得还好就现在很多，都像你手机 Apple 的手机里面的晶片，那也是也是在大陆那边制造的，那它其实有治安的问题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还好。我也会耶，也会。对，我对中国的东西比较没有信心，对，觉得没有什么治安上的问题，我自己觉得啦。我也觉得没有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应该说比起小红书，网络上面说脸书的诈骗会更多，所以真的可能真的要封锁的可能会是小红书，应该或是脸书啦。什么那个 Telegram 什么那个比较多诈骗，那个比较需要注意。对。因为有些民众在网上讨论会觉得说，政府做的这个决定好像跟政治因素有关，那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有啦，但是我觉得没差，因为可能政府在治理这地本来就会有一些他的想法。好。不是啊，跟政治无关系，那是政府为人好的啊。就是伊有讲吼，就是足侪诈骗，安尼封起安尼。对啊，伊是互咱，伊拢大部分伊诈骗，咱掠伊袂着啊，啊政府替咱把关啊。嘿，把关。安尼哪唔好咧？啊，少年人大家拢嘛说唔好，讲去迄顶头。啊，少年已经叫洗脑去啊。洗脑去，你感觉对啊，用到洗脑去啊。跟你看抖音同款啊。我觉得有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因为政治的因素。政治的关系。我觉得政治因素的话，应该是蛮大原因的。但如果是真的因为是政治的话，就是被迫停的话，我们也只能接受。多少应该有一点，对。我觉得一定有包含政治问题啊，一定是啊，就是现在两岸偏紧张嘛。好像有听过说会就是有关政治的议题啦。今天这样下来，听完了大家的想法之后，我觉得跟我想的差不多啦，就是年轻人好像普遍还是接受度比较高嘛。我觉得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算合理的，听起来应该算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也比较没在使用。然后我觉得年轻人大多就是会觉得说，比如说查旅游攻略啊，或是英文老师，其实我觉得上面其实很多英文就是弄成那种叫什么短影片，我觉得是非常好学习的工具。还有听到人家在澳洲打工查了攻略，我觉得确实比一些什么就像那个部落格啊什么都要整理的要详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造成不方便的，对于年轻人来说。觉得它搜寻的功能蛮好用的，就虽然我没有很常用，但我比如说就是刚刚讲的嘛，美甲真的我觉得大部分年轻女生可能很好，很常会在上面查，因为其实在什么 IG 什么萃查美甲，我觉得查到的东西都。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是都会有关键字吗？比如什么什么风格的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小红书跑出来的东西是最优的。大家都觉得是跟政治相关嘛，但我觉得也不一定啦。因为的确它就是有治安的风险跟那个叫什么，就是诈骗的问题。好像。因为不封什么 FB 那些，是因为他们在台湾好像有法定代理人落地了，对，就是只是小红书在台湾没有，就是找不到人可以找他，就是出事了违法了没有找得到人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这样。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封的话，是合理的。对我自己是觉得不会把它跟政治联想到太多，当然可能多多少少有啊，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诈骗啊、治安这些的话是蛮合理的。每个人好像对治安的那个界限本来就不太一样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啊，那可能大家有
些人很在意，有些人很不在意。对，就尊重大家的想法。对对，那下次想看我们街访什么影片，或者想知道哪些问题呢？要记得订阅，对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，下次见。你对小红书有什么看法？不要吵我，我再说一遍好。露脸，不要露脸，就是把脸用一个贴图，可爱。你有没有喜欢什么动物？比如兔兔啊，还是什么狗狗，把你遮起来这样，就是只有声音就好了。台湾黑熊啊。